Hello，各位小伙伴，不知不觉，今天来到了8月31号，也是我隔离日记的第7天了。明天9月1号呢，我就可以正式出关了，然后就要回去上班了。那目前的身体状况呢，感觉恢复到80%吧。头痛啦、肌肉酸痛啦，那些问题基本上都已经在这几天都已经没有了。但现在还是比较困扰我的，就是我还是有一些小咳嗽的这个情况。那目前是还没有完全消退，所以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那比较烦的是，因为我是一个需要用到声音，上班需要用到声音的工作性质，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会不会对之后回到职场上面造成一些困扰。但我最近也只能尽量的多喝热水啦，然后少说话。当然这7天一个人在家也没怎么说话了，对，可是就只能尽量的让这个小咳嗽的情况快点好吧。好，那这7天在家，大家可能都会好奇哦，一般像我们这种在居家隔离的人啊，都在做什么事情这样。那我自己的话，其实跟平常休假日差不多啦，就除了6日没有开市之外呢，我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还是一样先关注股票市场的情况，倒也不是说自己因为有持有啦，或者是有在投资啊，所以一定要看怎么样的，倒也不是看盘，而是我喜欢看股市啊，今天里面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内幕，或者是有什么有趣的八卦，企业之间的一些金流啦，或者是一些营收啊，各方面的消息。就是你看股市，你可以很快了解说，目前整个经济体有哪一些新鲜事正在发生。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乐趣所在，倒也不是说今天哪一只又涨哪一只又跌，其实对我来说无所谓，因为我也不是那么常固定买，我就是久时间位阶不错的话才会定期买一些这样子而已。所以呢，每天起来一样是先看股市跟房市，因为这半年也是有陆续在想看房子嘛，因为在台北也是无壳瓜牛当了好几年，那就是最近有陆续在看这样，所以基本上每天股市跟房市这两个东西就会是我每天会花一定的时间来做，然后再来就是处理一些工作的东西。虽然我们公司是没有规定说隔离在家的人一定要做什么公事啊，但是因为我本来8月底本来就要录一个我自己节目的一个录影，那也因为确诊了之后，这个东西就延期了嘛。那当中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准备工作，我就是当然我也大可以等这一个礼拜隔离完我回公司再做，只是我不想在家好像完全就是完全没事这样，所以呢，那时候发生之后，我有请我的同事帮我把我公司的一些资料就是传过来，这样等于是我在家也可以陆续处理一下，虽然都是很小的事情啦，可是就是陆续做一点，然后呢让自己觉得有点成就感吧，就是其实也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不要先在家那么废这样子，对。好，那所以扣掉每天看股票、房市跟处理一些公司的小事情之外呢，其他时间真的就差不多就是休息跟娱乐了。那娱乐的话，我很喜欢的美剧，冰与火之歌的那个前传 House of the Dragon， 就是龙之家族，最近开播了嘛，然后刚好我隔离期间呢，就看了第1集跟第2集。目前看下来是觉得还不错，节奏啊各方面也都蛮紧凑的，所以呢，应该会是我最近比较有在追的剧这样子。因为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太爱看剧的人，虽然家里人也是有买那个 Netflix 的家庭计划，那我也在里面这样子。我好像真的
比较喜欢稍微成人像一点，然后比较科幻或者是比较魔幻的这种题材吧。所以像之前 Netflix 刚进台湾的时候，我记得他那时候的推广就是那个嘛，李氏朝鲜嘛，然后那一部作品我也很喜欢。大概 Netflix 上面我真的唯一目前有每一集都看的大概就是李氏朝鲜，然后像《冰与火之歌》这种西方魔幻的这种题材我也很喜欢。虽然他的《冰与火之歌》最后那几季是拍有点拍烂掉了，可是呢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啊，所以这个前传呢，我是也还蛮开心，就是他们有决定要拍这个前传这样。那至于其他的，就真的还好。前一阵子也是有稍微小看一下那个大家之前看的很红的那个什么特别律师嘛，可是我看到一半，我就看不下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觉得那种。帅哥美女的那种当然那部戏不是主打帅哥美女啦，当然它也有很多法律的一些情境干嘛。可是我总觉得这种都会剧啊，生活小品类的都会剧，男欢女爱的，就没有那么爱。对，我比较喜欢就是比较有权力斗争的一些东西。可是我又不是那种看那种什么宫廷剧啊，那些女人那边斗来斗去，我不喜欢看那种东西，所以大概是这样。那其次呢，就是当然就是每天都还是会打一两场Dota 啦，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MOBA 的一个游戏。Dota 这款游戏我玩好多年了，我大概从高中那个时候还是在用魔兽争霸3的那个寒冰霸权的那个模组的时候，网络上那个时候同人他们自己做的那种地图编辑器，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玩了。那个时候台湾比较流行是玩什么嘛？什么真三国无双嘛，还有什么黄叉 D， 反正就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版本。对，后来是去上海之后，就是跟上海的同学，然后一起就是玩 Dota， 然后就一直玩到后来 IceFrog 独立出来，然后跟 Valve 他们一起合作，然后再推出了这个 Dota 2之后，就一直玩到现在。这款游戏在台湾的热度不怎么样，可是我一直觉得呢，它当然美工的东西就见仁见智啊，可是我觉得它的游戏性跟它的竞技性呢，应该是目前市面上这种5对5英雄操作类型的应该是最好的吧。不过它就是因为上手门槛比较高啦，然后早期好像因为中文化做的也不是很到位，所以呢在台湾那个时候最这股热潮要火的时候呢，就被英雄联盟给占了先机了，所以后来 Dota 要抢占这个市场也比较难了。可是我一直都觉得它本来就是小众的浪漫啦，所以倒也不是说要大红大紫或什么之类，反正现在它的奖金就是全球第一的电竞游戏嘛，那这数据就摆在那边，所以其实也不用争论什么。那每天大概就打个几场吧，不过我最近胜率真的是低得很惨啊，惨到爆。可能是我这重新匹配的这个位阶太低了吧，就是真的每天好多极品的队友，对啊，然后就是反正一样嘛，跟大家一样边打边骂嘛，我觉得也是一种蛮抒压的方式啦。对，不过这样的生活模式就过到今天为止，就8月31号我已经开始慢慢进入收心的状态，然后明天9月1号就会正式回归到职场了。那希望我的这个病情呢，当然咳嗽的部分还要再持续改善啦，就我希望它不要演变成一个可能长新冠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对，那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在这段期间随随便便拍了这些片子，然后好像发现也有蛮多观众也差不多在这个时期也是染疫哦。看来最近的这个 BA.5 真的是蛮强的。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然后远离病毒。那如果真的染上病毒的人跟我一样呢，也能够早日康复，然后尽早回归到生活的轨道上。
那3集的隔离日记，差不多这一集就画下句点了。那回归正常生活之后呢，等体力恢复差不多了，应该也会再陆续开始爬山，把一些还没去的地方，还有一些还没做的进度把它补起来。那大家就敬请期待咯。好，我是 JT，我们下次见，拜拜。